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和魏理7周年结婚纪念日这天，他一把掀翻纪念日蛋糕，扭头向白月光求婚。婉婉，我忍了7年了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只是求婚而已，不会真的领证，你就成全我一次，好不好？我听着系统攻略失败的提示音，当着他的面点点头，选择了放弃7情6欲作为惩罚，放弃为了他留在这个世界。后来我把离婚协议书交给他，这样不好吗？你都实现梦想了，怎么还哭了呢？求婚现场奢华无比，工作人员停下脚步，满脸羡慕地看向我。您就是魏先生的妻子吧？场地内的鲜花全是魏先生一支一支亲自挑选，这么好的丈夫，简直打着灯笼都难找。听说你们结婚7年了，别人都是7年之痒，您和丈夫还能7年如新婚，真是让人羡慕。自从我和魏理结婚，这样的话就没有断过。每一次我都害羞地低下头，承认自己婚后生活在了蜜罐里。直到我得知纪念日场地的真实用途，蜜罐变成了钢针，扎在我心上，疼得我喘不过气。婉婉，你知道的，宋阮是我的初恋，我和他的恋爱结束的不清不楚。这次求婚就当是给这段感情画一个句号，只是求婚，不会真的领证，你就成全我一次，好不好？他理所当然地看着我，不相信我会拒绝，就像现在，不知谁给他报信，我才到现场10分钟，魏理就匆匆赶了过来。婉婉，现场还没布置好，你别捣乱。曾经满心满眼都是我的丈夫，如今心里装的全是他的白月光。只是求婚这件事说来容易，对正在攻略的人来说，却意味着任务失败，必须接受系统惩罚。我望着魏理，心里苦涩的说不出话。他不知道攻略失败的后果吗？他知道的。从我来到这个世界，选择他作为攻略对象的那天起，我就主动把一切和盘托出，并对他开放系统权限。系统对我下达的每一个任务的完成条件与失败惩罚，他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可即便知道要经历惩罚，他依然义无反顾，要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向宋阮求婚，因为那是他求而未得的白月光。我看着他紧张的神情，顿时鼻尖一酸，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。魏理慌张地搂住我，亲吻我的泪水。好端端的，怎么哭了？我捧住他的手。魏理，不求婚，好不好？在我期待的目光里，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魏理，坚定地摇了摇头。婉婉，以前的系统任务你都完成得很好，这是第1次失败，你相信我，系统惩罚一定不会太重。他紧紧地搂着我，亲昵地靠在我耳边，接受一次惩罚，成全我多年求而不得的心愿，不好吗？婉婉，算我求你了。结婚7年，魏理特别了解我，知道只要他开口相求我，哪怕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不会拒绝。可是魏理，其实你根本不必如此大费周章，只要直接对我提离婚，攻略任务就将彻底失败，而我也会被系统彻底抹杀。没有我的阻拦，你和宋阮就能长长久久地在一起，但你却残忍地求我成全。我再也流不出泪水，麻木地顺着他的意思。好啊，成全你，挺好的。系统完成结算，判定我攻略魏理任务失败，但又因为我和魏理并未离婚，没有直接将我抹杀，而是让我自己选择惩罚。听到系统的机械音，魏理表现得比我还紧张，紧紧地搂着我，发誓与我共度难关。婉婉，等熬过这次，我任你处置，哪怕把命赔给你，我都绝无怨言。不论谁见了，都会以为他是世上最好的丈夫。
暖黄色的灯照在他脸上，我呆呆地看着，脑海里回想这些年的夫妻恩爱，此刻只觉得陌生。我关闭了开放的系统权限，让魏理再也听不见系统声音，然后做出选择。我选好了。系统问我：宿主，你确定吗？抽离七情六欲，人将会变得和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。我扯出一抹笑意，确定，没有七情六欲，不再为情所困，求之不得。傍晚时，宋阮给魏理打电话，如魏理所愿，他们的所有好友都知道他要向宋阮求婚的事情，闹着句一句追忆往昔。我如行尸走肉般跟着他来到包厢，刚推开门，突然有个人撞进魏理怀里。哎呀！他厌恶地避开。魏理有很严重的洁癖，除了我以外，从不让任何女人触碰。又在看清样貌后，把人扶住，是宋阮。包厢里瞬间响起此起彼伏的起哄声。哇哦，抱一个，抱一个！在魏理把人扶起来的瞬间，我已经认出宋阮正戴着我亲手给他织的围巾。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，在他眼中看到一丝慌乱，可我的情绪没有任何变化。我歪了歪脑袋，不对，我此刻的反应有些奇怪。亲手为丈夫织的围巾戴在另一个女人身上，我应该难过的，但现在我的心里毫无波澜，甚至还能在包厢气氛尴尬的不再起哄后，非常体贴地接过他们的话头。既然是分别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，那就抱一个吧，不必顾及我。魏理听到我这么说，松了口气，松开了与我十指相扣的手，把宋阮抱进怀里，拥抱的时间极短，但很用力。他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让我难堪，哪怕被人笑妻管严，也坚持以我的想法为重。他总说，亏妻者百财不入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因为爱我，真是我。如今却为了另一个女人，当着那么多好朋友的面，松开了我的手。脑子里有一些记忆冒了出来，那是我和魏理结婚的第1年，100年难遇的冷冬。魏理嫌买的围巾不够暖，让我亲手给他织一条。我并不擅长手工，买好了材料包，挑了最保暖的羊绒毛线，对着教学视频一针一针的钩，错了拆，拆了织，毛线针扎在指尖，没一会儿就肿了，很疼，一跳一跳的，没日没夜的疼，疼到后来我都习惯了，才勉强织出来一件成品，就是宋阮脖子上这条。魏理拉我入座时，我没动，我想着，就算这条围巾魏理不想要了，也该还给我，而不是送给另一个女人。他显然有些不高兴，以为我在生气他和宋阮拥抱。你耍什么小脾气？不是你让我抱的吗？又在扫到我的视线后闪过心虚。围巾的事我回去再跟你解释。婉婉，你要是生我的气，我可以亲自买一条赔给你。宋阮趁机把围巾解下来，茶里茶气地递给我。婉婉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要这条围巾的，前几天天冷，我又恰好发烧了，李哥才把围巾给我戴的。围巾还没交到我手上，他就狠狠地咳嗽起来。魏理的脸色立刻变得阴沉，强行拽我走。软软的病还没好，你让他把围巾还回来，是想病死他吗？我疑惑地歪了歪头。宋阮病了，该去吃药，冷了可以自己买围巾，为什么一定要带我的呢？我织的围巾是什么灵丹妙药吗？魏理狠狠瞪我一眼。婉婉，我真的太对你失望了。他再次松开了我的手，和宋阮同时落座，两人紧紧挨着。我看到宋阮朝我露出挑衅的笑，直到聚餐结束，魏理都没有理我，不断地给宋阮夹菜挡酒，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临近结束时，两人一前一后去了卫生间，我跟在后面，听到宋阮问他：李哥，我们这么做
嫂子不会生气吧？不等魏理回答，他已经主动脱光了衣服。魏理更是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。他生气又能怎么样？我现在还不是在你身上，小妖精！很快，隔离间传来不堪入耳的靡靡之音。我下意识摸了摸心口，果不其然，抽离七情六欲真是件好事。看到这么辣眼睛的一幕，我的心里都能毫无感觉。情到浓时，魏理喊出一个名字：软软还是婉婉？我不确定，更不在乎。我只知道自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。我忘记了当初为什么会为了魏理留在这个世界，只觉得留下后感受到的心动、心痛全都消失不见。君若无情，我便休。既然他已经放手，那我也不要他了。魏理回家的时候，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，他脸上带着怒气。这种情况很少见，至少在面对我时，他极少发怒。我平静地抬头，魏理沉着脸站在我身边。你怎么不等我？一个人先回来了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是夫妻？从聚会上分开回家很丢脸。他在外面春宵一度，居然还敢来质问我，脸皮真厚。我低头发消息，催促律师尽快出具离婚协议。我知道你因为昨晚的事情生气，可我和宋阮毕竟多年情分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生病不管不顾吧？而且那只是一条围巾，值不了多少钱。你平时不是最能体谅我吗？为什么这次不行？我仍旧给律师发消息，更何况等求婚完毕，我和软软就彻底结束了，就剩2天时间了。你连2天都等不了吗？我保存离婚协议文件。婉婉，魏理揉着嗓音喊我，你乖一点，这2天别跟我闹，好不好？我努力感受自己的情绪，没有任何异常。与刚刚看到他沉着脸回家时一模一样，不存在任何变化。魏理，我把离婚协议发给打印店，加钱让他们加急打印，然后看向魏理，一字一句，声音无比郑重。你的求婚仪式能如约完成，你和宋阮一定会圆满的。我不动声色地把魏理往门外推，边走边说，宋阮现在还病着，你和他这么多年的感情，照顾他理所应当。他现在的病还没好吧？我对着他勾起一抹没有任何感情的笑。你快过去，帮他在求婚仪式前治好病。魏理拧眉，突然攥住我的手腕。婉婉，再笑一下，现在立刻再对我笑一下。我疑惑不耐烦地再次勾了勾嘴角。他突然慌了，不是这样的，婉婉，你对我笑的样子不是这样的，那该是怎样？我回他，说出了心里最真实的想法。魏理，我想让你快点离开，不应该这样笑吗？魏理红了眼，你想赶我走？我点了点头，对呀，你现在这儿一直喋喋不休，我感觉有点烦。魏理盯着我，想从我眼里找到我正在和他闹别扭的证据，但是没有。我的视线无比真诚，赤裸裸地希望他离开。魏理咬着牙，行，你别后悔。魏理离开后，我叫了家政，把家里的居住痕迹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又把拥有我们共同回忆的东西全丢了，然后重新检查了一遍，确保没有落下东西后，拖着行李离开。第2天早上，我被手机消息震醒，看着魏理气急败坏发来的消息，才知道他昨晚没有回家。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1个晚上没回家，你连一条消息都不发吗？再大的火气，过了1晚上也该消了吧？婉婉，你真不怕我被别的小妖精给迷住，以后永远不回家了吗？还不回我？行，你有种，以后就算你求我，我也不回来了。魏理说到做到。这天以后，我再也联系不上他，电话拒接，微信拉黑，连我们的共同好友都被他提前警告，
不可以向我透露他的行踪。我找不到人，只能把离婚协议书寄到求婚现场。他求婚当天，我已经踏上了追寻极光的旅途，离他108000里。而此时的卫里正在现场彩排，准备给宋阮一个永生难忘的求婚仪式。上万支新鲜的玫瑰布置成的场地，无疑不再彰显主人对此次仪式的重视。宋阮在结婚进行曲的背景音下，穿着洁白的礼服，缓缓朝卫里走近。可卫里脑中却全是他和我结婚时的画面，太反常了。在他的记忆里，我从没有和他耍过性子，哪怕被他气急了，也会主动给台阶，绝不让情绪隔夜。可是这次，他已经整整1个星期没有我的消息，一切都不符合常理。此刻求婚仪式已经到了最重要的步骤，卫里举着求婚戒指单膝跪地，朋友们大喊嫁给他。他突然猛地回过神，手中举着戒指，却怎么也戴不进宋阮的手指。李哥，怎么了？他一把推开宋阮，仓皇地冲进宾客席中，从头找到尾都没有看见我的身影。婉婉呢？婉婉没来吗？我的婉婉去哪儿了？朋友们疑惑。李哥，不是你让我们别告诉嫂子你的行踪吗？她可能不知道你在今天求婚，所以不可能。卫里红着眼否认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婉婉都会陪我一起，她不可能不记得，她不可能不知道。此刻他才发觉，明明才短短几日没见，但他已经思之如狂，多年求而不得的心愿，都不如婉婉陪在他身边。卫里慌乱地拿出手机，熟练地按下我的电话号码，接电话。婉婉，求你接电话。响铃震了一遍又一遍，最终只剩下一句冰冷的机械音：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他立刻点开微信，把我的账号从黑名单中放出来。不知怎么的，卫里心中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，发消息时手都在抖。谁是卫里？有你的快递。小哥的声音划破了现场的紧张。卫里看清寄件人的名字后，颤颤巍巍地打开，攥着文件的手格外用力，就好像即将溺死的人抓住救命稻草。因为我曾用过这种手段给他惊喜，在他的想象中，里面是一张我亲手画的和好券，我会和以前一样笑着叫他回家，扑进他的怀抱撒娇。可是当卫里看清包裹里的东西后，彻底僵住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他愤怒地把快递朝小哥砸过去。你送的什么快递？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拿着东西给我滚远点！小哥认真核对地址，没错啊，就是这里。婉婉小姐寄给卫里的，不是你的吗？文件散落，扉页上赫然写着5个大字：离婚协议书。卫里重新拿起手机，他刚刚给我发的消息有了回复，一个显眼的红色感叹号。我把他拉黑了。他红了眼眶，头也不回地跑向停车场。宋阮在身后又急又慌地喊：李哥，求婚仪式还没完成呢，你要去哪儿？卫里置若罔闻，他太慌了，上车的时候差点摔了一跤，一脚油门回到家中。他急迫地喊：婉婉，我回来了。可往日都在客厅等他回家的妻子，此时没有任何回应，家里空荡荡的，到处弥漫着灰煤的气息。卫里心中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，日常情绪稳定的他，此时彻底丧失了风度。不可能，婉婉不可能丢下我。他踉跄地往房间冲，每打开一扇门，脸色就白一分，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朋友们进行更细致的检查，衣柜、床底，所有能藏人的地方都翻了一遍，发现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：李哥，嫂子的东西好像都不见。卫里的身形晃了2下，这句话
仿佛一记重锤，狠狠地砸在他心上。这意味着婉婉不要他了，承诺一生一世陪在他身边的妻子早就对他死心。监控查到了吗？婉婉什么时候走的？1周前。那个时候他在干嘛？在赌气，在微信里冲他放狠话，在威胁他，说要一辈子都不回家。魏理先是平静地拿起手机，机械地对我发送好友申请，被不断拒绝后，无力地蹲在原地。婉婉，你听我解释，不要走，别离开我，不要离婚好不好？满是寂静，无人应答。朋友们陪在他身边，有些不知所措。魏理抱着手机，不停地发消息，状态逐渐疯狂。婉婉，你他妈快点回消息啊！我不求婚了，你回家好不好？求你，婉婉，我求你了。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屏幕上，太阳逐渐落山，他才终于缓过来，麻木地站起身，语气平静地问了身边的朋友一句：刚刚那个快递在哪儿？朋友们立刻把文件递给他，他小心翼翼地收好。看到离婚协议书5个字时，心被狠狠地刺了5下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下倒，手肘撞在地板上，发出巨响。李哥，李哥，您没事吧？魏理像个没事人一样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礼貌地请朋友们离开。你们先回去吧，婉婉生我的气了，我要哄哄她。他独自一人回到我们一起装扮的主卧，挑选家具和软装的画面还历历在目。房间里一片漆黑，月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勉强是雾。婉婉，他没有开灯，喊了我一声后爬上床，假装我还睡在他身边。2米的大床，他只占了几10公分。过了一会儿，魏理小心翼翼地从被子里探出手，一点点往身边挪，眼看着就要摸到我躺的地方，他又迅速把手抽了回去。短短几秒，仿佛被抽干了力气，然后不敢再越雷池一步。魏理像变了一个人，他不再出门，把被我丢掉的东西从网上找了同款，按照记忆摆在原本的位置上。每天不厌其烦地和这些摆件合影，发朋友圈。他会给照片配很多文字，总是不经意地提到我，就好像我从没有离开。3个月后，我如愿看到极光，心满意足地返程。返程前，我把魏理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，告诉他我回国的消息，提醒他我们需要尽快领离婚证。机场接机口，魏理手捧玫瑰站在最显眼的地方，我叫了网约车，他跟在我后面。婉婉，你记得这个吗？这是我们结婚时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。我看着那个崭新的玩偶，还有这个。新婚第2年，你闹着想去游乐场，刚坐了一趟过山车，就吓得不敢再玩了。最后横扫文创店，带回来那么多冰箱贴。也是那年冬天，魏理的眼眸越说越亮。我们一起去哈尔滨看冰雕，你的手机被冻得开不了机，咱俩差点走失。这些事我都记得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所以你想表达什么呢？魏理的眸光暗了下去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。突然发现，自从我接受惩罚，他就再也没有听到系统的声音。系统呢？婉婉，系统没有再给你发送任务吗？我抬眼看他，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他却突然扯出一个灿烂的笑。我知道了，你拉黑我，要跟我离婚，就是系统给你发布的任务，用来考验我对你的感情，对不对？魏理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不断地重复着，一定是这样，肯定是这样。我就知道，婉婉那么喜欢我，肯定舍不得跟我分开。等任务完成就好了，等任务完成，我们就能回到过去了。婉婉，求婚仪式的事情，我们之间还有误会，你听我跟你说。魏理又开始自顾自的喋喋不休，说我这次离开的太突然，一点机会都不给他，
弃我3个月，杳无音信，留他一个人，长夜难熬。怪我没有听出他的话外之音，把他赌气说不再回家的话当真。他其实只是想我哄哄他。他不知从哪儿拿出一条围巾，针脚歪七扭八，轻轻一扯就全松了。你看，为我织的围巾，我要回来了。我怀疑他把我当傻子，这不是我织的。胃里勉强扯出一抹笑，被你发现了。你织的围巾被宋阮弄丢了，这条是我重新织的，是不是跟你织的一模一样？他拿围巾替我戴上，我毫不犹豫躲开，很丑，一点也不一样。还有，我瞥了一眼他刚刚拿出来的东西，你送我的礼物都被我丢了，这些都是假冒的。魏里瞬间红了眼睛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自己安抚好自己。接着说和宋阮的求婚仪式，说他当时被猪油蒙了心，还好及时止损，没有把求婚戒指送出去。我真正爱的人是你，对他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。我看着他，所以呢，魏里握住我的手，所以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拦我们了。宋阮早就被我赶走，他不会再出现在你眼前碍眼。婉婉，我们不离婚，一生一世永不分开，好不好？要是以前，我听到这些大概会喜极而泣，但现在我只是听听，顺便无聊地打了个哈欠。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我真的很困。胃里说的是真也好，假的也罢，这些都跟我没任何关系。他现在对我而言，就像夏天怎么也拍不死的那只蚊子，嗡嗡叫烦得要命。网约车终于到了，我坐上车，忍不住提醒他，明天早上9点，民政局领离婚证，你别迟到。魏里始终认为这是系统对我们感情的考验。直到第2天，我拿着早就准备好的预约号，拽着他来到工作人员面前。魏里装模作样地拿起笔，假装犹豫地踌躇了一会儿，最终放下。可以了吧？我不理解他何来的可以，毕竟他并没有签字。我把文件往他面前推，他狠狠地摔了笔。婉婉，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不解。你签字啊，签完了字才能拿离婚证。你知不知道我要是签字？魏里看了眼工作人员，拽着我来到角落，签字咱们就真的离婚了。攻略任务失败，你会被系统抹杀的。变故恰好在此时发生，大厅里各种事项办理都在这儿，来者众多。魏里刚刚把话说完，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行人突然抽出一把水果刀，猝不及防就朝我扎来。我飞速躲开，那人一下不成，立刻来第2下。愤怒间，棒球帽掉落，露出本来面目。宋阮。办事大厅里响起刺耳的警报，无辜人员全部被撤离。保安拿着防护盾和电棍，将我们3人团团围住。冷静，这位女士，你有任何事情可以跟我们说，千万不要冲动。宋阮疯了一般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因为你。婉婉，我弄死你！宋阮一边喊，一边朝我猛刺。原来，魏里从求婚仪式上离开后，仪式的另一位主人公宋阮彻底成为笑料。参加仪式的宾客把视频发到了网上，顿时引起巨大的轰动。2人的身份被扒出，各种咒骂接踵而至。魏里因为不出门，恰好躲过一劫；宋阮则经历了巨大的网暴，名声毁了，工作丢了，不论去哪儿都被当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看着把我当成仇人报复的宋阮，我有些无语。真正造成这一切的人是魏里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脑子摔坏了吗？我迅速分析现场的形势，包围圈中的3人只有宋阮有武器，留下来肯定会受伤，只有躲到安保人员身后才能安然无恙。我咽了下口水，找准机会跑。
卫里用余光瞥见我的动作，迅速把我拽了回去。别乱动，我保护你。有病吧？你刚刚要是不拽我，我都溜了。用你保护。也正是这个举动，彻底刺激了宋阮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拿着水果刀就朝我冲过来。我根本来不及思考，身体的本能已经带着我往安全的地方躲。混乱之间，我胡乱推了一下，宋阮的水果刀恰好刺进卫里的胸膛。他看着我，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，那双眸子里浓浓的情绪瞬间皲裂。我并没有看到他的眼神变化，趁乱跑到警察身后躲起来，确保宋阮被控制住，才终于缓了口气。办事大厅里乱成一锅粥，只有刚刚还没签完的文件安静地躺在办公桌上。我顺手拿了支笔朝卫里走近，救护车还没到，要不咱们趁机把离婚证领了？卫里眼眶红红的，我要是签字，你会？差点忘了。我从包里把照片拿出来，当初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不小心把结婚照带走了，正好咱俩一人一半，好聚好散。我毫不犹豫地撕开结婚照，把卫里的那半张人像给他。他奋力地抬起手，接过照片后无力滑落，眼泪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。就像我刚得知他要在结婚纪念日向宋阮求婚那样，悲伤又无助。婚姻7年，至此走到尽头。卫里被推上救护车时，终于签下了他的名字。看着加急办理的离婚证，一开始他只是小声啜泣，后来嚎啕大哭：“对不起，婉婉，对不起。”系统的声音响起：“宿主，你确定脱离世界吗？”确定。追逐极光的过程中，我无意间救下了一对被困雪山的科考人员，因为此次科考行动对这个世界意义重大，系统奖励了我上万积分。我用积分兑换了免死牌，可以抵消一次攻略失败的系统抹杀，所以我要回家啦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